我延续做游戏聊科技，今天让我们来做游戏。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中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本次要接着聊 Unity 快速开始第二集。继续上次的主题，上次我们已经简单的说明我们为何要选择 Unity， 怎么样的人适合透过 Unity 开发游戏，以及 Unity 的特性。针对 Unity 的特性，在开始正式学习前，我想再花一点时间进行补充说明。所以如果说你是想要直接开始学习，建议你直接快转到 QA 的环节。那就让我们回头来说说 Unity 的特性，那就是一定要有程式设计的基础。相较于其他游戏开发软体，好比说 Gensala、Consul 3，甚至是 Scratch， 这几套软体对于完全新手入门的最大优势就是很多东西都已经帮你透过样板的方式设计好了。举例来说，让一颗圆球前进这个动作，在 C3 当中，你只需要将子弹的行为指定到它的物件上面，它就可以开始移动。后面如果你需要操控它，则只需到面板上面去调整参数，或者是透过很简单的脚本指令来修改它的前进方向、前进速度等相关行为，甚至透过键盘操作上下左右，都包含在基本的范本之中。反观透过 Unity 开发游戏，你绝对需要写程式。为了做到上面那一个需求，当你设计了一个物件之后，你还需要关联到一个 C# 的脚本，接着就是写程式，你必须手动去计算它每一个帧到底该移动多少距离。如果想要操作这个物件，你也必须写程式来操作它是如何做到转向、平移、刹车等相关的细节。这点正是让新手甚至对于不熟悉程式设计的入门者感到痛苦的主因之一。犹如我前一支影片提到的，我并不推荐完全新手直接透过 Unity 去学习游戏设计。那么 Unity 就如同我说的这样的不堪吗？当然不是。针对 Unity 开发主要是透过程式设计这一件事情，你换个角度来说，祸福相依。也就是说 Unity 提供了游戏开发者更大的开发空间，也允许你操作更多面向的基本工具。基本上只要你能够透过 C# 达成的事情，在游戏的实作上就可以达成。许多奇思妙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透过 Unity 更能够让人达到意想不到的游戏特点。另外，在前一支影片中我就已经提到过， Unity 在市场上有一定的声量以及市场占有率。换句话说，网络上能够搜寻到的资讯以及资源势必会比较多。相较于其他的开发软体，好比说像 C3 的 Store， 透过 Unity 的 Asset Store， 你可以找到更多的开发工具，还有 2D 及 3D 的模型。这也就显示 Unity 有其学习的价值，值得你投入。这前面说了这么多，绕了这么大一圈，就是想要给入门的你一个观念，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 Unity 是绝对值得学习的。并且如果你要学好 Unity， 你势必要学会使用程式设计，基本上就是 C#， 甚至如果你可以精通 C#， 对于学习上来说更能够事半功倍。好了，那么下面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 Unity 快速学习 Quick Start 的第二集吧。好了，我们编号第二个问题是如何新增物件。一样是回到在 Unity 的画面里面，怎么样新增物件呢？就是在左边这里有一个 Sample Scene， 然后按右键，这里最下面有 Game Object， 然后因为我们觉得这一个场地感觉没有地板，怪怪的，所以我进来就到 3D Object 这里，然后新增一个 Plane， 就是地板。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有地板啦。再来的话，我们可能想要新增一颗圆球，那就是 Game Object 3D 物件，然后 Sphere， 那这里就可以看到一颗圆球了。当然还有其他物件，好比说像是方形，就是 Cube， 这个有点像是胶囊吧。Cylinder 是圆柱体 ，OK。还有很多物件，你可以打开的时候自己研究一下，这边蛮多的。第二个问题是如何调整物件。好，我们接着要来说明如何调整物件的平移、旋转以及大小。在这里我们先新增了一个 3D 的 Cube。好，这里就是那个 Cube。那这个 Cube 呢，我们在 Windows 版本里面按 W 的话是可以调整它的平移方向。平移的时候你可以参考它的坐标轴，在视窗的右上角这里还有写着红色的是 W 的角度，蓝色的话是代表 Z 轴，绿色的话则是代表它的 Y 轴。按1的话是可以调整它的旋转角度。绿色来看的话，就是以 Y 轴为轴心，让它进行旋转。
红色的话就是以 X 轴为轴心，还可以进行旋转。蓝色的话则是沿着 Z 轴为轴心旋转。再来是在按下了 R 这个按钮之后，可以调整这个物件的大小。它也是分3个轴，你可以调整它在 X 轴上面的长度，或者是蓝色是 Z 轴上面的长度，绿色的话只是 Y 轴上面的长度，来进行调整。好，第4个问题是如何帮 3D 物件进行贴图。这边我们要说明一下 3D 物件贴图的架构。首先，你当然会有一个 PNG 档平面的图，这里是一个 3D 的材质，你可以将这个图对应上去之后，再将这个材质对应到你的 3D 物件。具体上来说，你看到的状况就会是这样子，在 PNG 档对应到材质，材质渲染图片之后， 3D 物件再指定这个材质，它就会将这个材质贴上去。回到 Unity 这边，我们便于管理先新增2个资料夹。第一个资料夹的话，我会取名叫 Image。这个资料夹呢，主要是方便你可以将你的素材放进来。好，回到 Assets 这边，我们再新增一个资料夹，叫做 Material。好，这里我们就要建立一个素材 Material， 按右键，然后建立。底下有一个叫 Material， 新增完了之后，我们要将刚才的图片渲染上去到这个素材上面，所以在右边这里有个叫 Shader， 点向下之后，寻找到 Legacy 的 Shader， 然后里面有一个叫做 Diffuse。 好，进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点选右边这里，在 Non-Texture 这边这里点选 Select。这时候你就会看到我们刚才引入进来的 image， 那我们先点选这一颗像木头的。好，这个素材就完成咯。接着回到场景这里，按右键新增一个 3D 的 sphere， 也就是球体，然后在右边这里有一个叫 materials， 目前它是点选 default 的 material， 那我们要改变成刚才新增的那一个 material。这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好，点了之后，基本上就完成啦。你可以看到这一颗圆球，它已经贴好了我们刚才的那个木头材质，感觉有点像土星呢。接下来第5题，如何新增物理性质？在这个画面中，你可以点选三角形去播放。但是这个播放世界中没有任何的改变，因为没有任何的东西具有物理的性质。理论上这一颗球应该往下掉，对吧？如果说我们世界的重心是向下的话，所以我们希望这一颗球是自主的往下掉。那怎么做呢？在 Unity 里面，它的属性都是附加上去的，每一个物件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属性。那这里我们在右下角点选 Add Component， 也就是新增元件。点选之后，找到 Physics， 就是物理。然后这里面有很多个，你不用一次知道全部的功用是什么。我们现在只单就说这一颗球，它希望是有物理性质的，那这个东西叫做 Rigid Body， 也就是钢体。点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看这一颗球会发生什么事情。可以看到这颗球就掉下来啦。好，那我们再做一些有趣的变化。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将这一个平面透过1来调整它的角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时候按播放，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球掉下去啦。我觉得掉下去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要爬得更远，会更有成就感呢？我试着把这个平面调得更长一点，让大家来看一下。咚咚咚咚咚咚，它就滚下去了。好，第6题，如何调整摄影机视角？一样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一个设计专案中，这一颗就是摄影机，而这个摄影机呢，就代表玩家会看到的视角。那刚才我们其实按住 Auto 在移动世界的话，是我们有点是设计者的角度来看。
但是实际上在玩家看到视角就会是右下角这一个 preview 的画面。这时候我们想要对摄影机做一些调整，那跟前面提到的一样，也是透过 WER3 颗。一的话就是调整它的旋转角度，你可以看到在右下角它的角度已经进行变换了。那我希望把它看到是摄影机是看到在这一颗球掉下来的位置，所以我现在稍微把它移过来。然后呢，因为这有点贴近斜面，看不到整个场景，所以我把它往后拉。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摄影机其实朝的是左方的位置，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用1，然后调整 Y 轴，让它看到这一颗球，海景第一排，往下掉。那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Preview， 按下 Preview，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颗球从远处滚过来啦。然后如果这个时候你按 Ctrl+C、Ctrl+V 去多复制几颗的话，可以看到更有趣的画面。好，这边让我来看一下执行效果。这时就可以看到3颗球从远处滚下来了，这样是不是很有成就感呢？第7个 question， 如何透过键盘在2台摄影机之间切换视野？好，这个议题呢，其实就是要开始写程式了。现在你看到这个世界只有一个摄影机，也就是视角。那其实有时候我们会需要切左边摄影机跟右边摄影机，所以我们这里设计2个摄影机，一个朝右。那一样在这里，我们要新增另外一个摄影机，在 Create 里面最底下有一个叫 Camera。那这个摄影机就跑出来了。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它的位置。其实调整过程中你也可以靠右边这边直接调，但是我是偏好使用 UI 的方式做调整。我们将这个摄影机新的摄影机取名叫做 Camera 2， 然后将一开始建立的那个摄影机叫 Camera 1。好，我们这里才尝试看一下，如果是我们在编辑者模式的时候，我们有看到第一个，那你可以看右下角这个观看的视窗。第一个摄影机在左边，那就是朝右边的方式在看这个波道。那第二个摄影机在右边，则是朝这个波道往左边的方向去看。那当你在新增那个摄影机之后，预设它都会用后面那个新增摄影机当成游戏的 review 视角，所以哪怕我这个时候按了 Camera 1， 然后按播放，它还是看着右边的这个摄影机的角度。好，那这里我想要设计的就是，当我按下按钮之后，我希望它可以切换到另外一台摄影机。我可能设计2颗按钮，一颗按钮是摄影机1，一颗是摄影机2的视角。那要怎么样做到呢？这里就是我提到说，就是要开始写程式了。好，接下来这个部分可能会比较困难一些，但是在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你可以尝试着先实做看看，那以后慢慢你就会理解它的逻辑性。在这个场景中，先新增一个空的游戏物件 Create Empty。 好，建立这个物件之后，做完这件事情之后呢，因为我刚才有提到说，任何的游戏物件其实都是关联性的，所以在这个 GameObject 的部分，它目前是什么都没有，是空的。你可以在这里按 Add Component， 然后 Script， 我们取一个名称叫 Switch Camera， 切换摄影机。好，新增的切换摄影机之后，朝着这一个点2下，点2下之后，它就会开启你的 Visual Studio。有些部分可能你会不了解为什么要这么做，前期我的建议就是先试着去做，然后后面我们再逐步的理解。对于程式码而言，它必须要知道外部的物件，所以它需要一个开口，让外面的物件接进来。这里我们总之先写 public， 然后 GameObject， 然后一个是 Camera 1， 然后 public GameObject， 这个是 Camera 2。 那做完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先按 Ctrl+S 存档。存档之后呢，在游戏专案里面如果编译完成了，这个时候它就会出现2个能够让你输入的物件。这个就是在 UI 界面里面要对应到程式里面的一个接口。因为我们刚才写了 Public GameObject Camera 1跟 Public GameObject Up2， 所以它就可以从游戏的 UI 界面里面去输入到底是哪2个物件。
那很明显，我现在需要把 Camera 1跟 Camera 2输入进去，所以回到刚才这个 GameObject 里面，到这里之后，我们点选右边的小圆圈，你就可以指定 Camera 1。到这里之后，点选右边的小圆圈，就可以将 Camera 2指定进去。再来就我们就必须要用程式去控制，说我按了某一个按钮，我希望可以切换到那一台摄影机的视角。这个结构的话，你只要记得说，当你是动态在做事情的时候，你是需要在 update 这个function里面去做一些动作的。接下来我如何知道说我的按钮被触发了？好，如果说我们现在想要设计是当使用者按下 F1 是切换到摄影机角度1，按下 F2 是切换到摄影机角度 F2， 要怎么做呢？首先第一步，怎么样得知某一个按钮被按下了？我前面有提到说，在 update 这个function是指持续在做的事情，所以说第一个的话，我们要先到 input 这里面，然后写 get key down， 然后呢，具体上是 F1， 所以这边要写 key code 点 F1， 前面加一个条件表示 if 表示说是当这个按钮被按下。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去 check 说是，如果说当 F2 被按下的时候，这一瞬间，好，这两个都被定义出来了。当游戏里面有2个以上的摄影机的时候，哪一个摄影机是被当作玩家的视野，其实是透过 set active 来做动作的。那在 Camera 1是设定成 True 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按下 F1， 所以我们要将 Camera 2设定成 False。那当使用者如果按下 F2 的时候，则是要将 Camera 1设定成 False， 并且将 Camera 2设定成 True。好，这边我们存档一下，看一下它执行效果。我们尝试按 F1、F2 一直切换，有没有 ？F1 就这边 ，F2 就这一边。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现在已经取得了在游戏中动态调整第2台摄影机跟第1台摄影机，我们想要观看哪一个视野。好了，今天简单说明了如何使用 Unity， 包含新增物件、调整物件、3D 物件贴图、新增物件属性、调整摄影机视角，以及透过键盘动态的去调整摄影机的视角。不知道说这些内容会不会进展的太快呢？如果本次影片内容有帮助到你，你也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还请按赞、订阅、加分享哦。我是中意时钟的钟，飘逸的逸，那就让我们下次再见。